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们之前的一些影集，我们已经介绍一些跟 ADHD 相关的一些资讯。那其实呢，我本身有一些轻微的 ADHD，所以呢，这些资讯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也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资讯。那今天呢，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管理好我自己的 ADHD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抗噪小物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抗噪小物。那它有大有小，那我今天是拿比较大的，那它有比较小的，大概就是这么的大小的。那还有不同的 size， 它每一个面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按钮啊、按键啊，去提供我们一些就是触觉上面的刺激。例如说像这个，你可以这样按，然后或者是呢这个可以上上下下的去按。那或者是像这一面呢，它有不同的凸起物。然后或者是像这一面呢，看侧面它是可以这样子转动的。那或者是像这种按钮。那我想有 ADD 或 ADHD 的人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感到无聊了，所以如果呢，你发现如果在上课或者是开会的时候，拿着一支笔就忍不住在那边动动动，或者是在那边转。这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感到无聊，然后我们需要一些不同的刺激。这种抗噪小物呢，就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一些触觉上面的不同的刺激，然后自己知道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呢，或者是呢，在开会的时候呢，可以自己就是有一个抗噪小物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持续的专心，或者是能够坐在开会或者上课的地点，比较不会需要站起来啊，或者是干扰其他的人上课或开会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小物哦。好，第二个呢就是 Notion， 它其实是一个网站，然后有一个 App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界面是长这样子的。那你就可以看得到我这一面只有这一页，它其实就主要是做我的待办事项，所以里头呢就会有很多，例如说我需要做的我还没有做，里头有哪些事情，然后我正在处理的有哪些已经处理了，但是还没有处理完的。那也可以看到我已经处理完的一些事情。那其实呢，把事情一个一个列出来，详细列出来，能够帮助我把一切的事情能够更系统化、组织化的去整理好，并且呢，当我一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我哪些事情我还没有办，我可能需要办。那对于容易恍神啊，容易健忘这个部分，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，一个很好用的工具。那当然，这个 Notion 呢，它还有其他的功能，例如说，你也可以用它来做其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管理，包括写笔记，又或者是包括你的日历、日记，或者是你其他的记账的管理等等之类，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强大。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小物。那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我就会透过 Notion 的 App， 在我的电脑或者是我的手机上面呢，我就会上去登录，说我今天有哪些事情我是一定要办的。那尤其是呢，因为在创业过程当中呢，除了一般的工作之外，我自己还需要去规划，例如说哪些事情我要另外去拓展，然后拍摄影片，哪一些主题是我会想要做的，那我需要做哪些研究之类的，我都可以把它们放在这里头，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化整理的一个工具。那对我来说，个人觉得帮助非常大，能够帮助我就是混乱的大脑把它一个一个系统化整理起来，整理完之后就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感，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。那第三个呢就是日历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因为能够把每一个时间点该做的事情把它列出来之后呢，对我来说一样的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时间点我要做什么，那个时间点我要做什么。对我来说也能够帮助我规划我每一天的生活该做哪些事情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日历，大概长这样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，我是1个小时1个小时来划分的。那有些人可能就是30分钟到45分钟一个时间点来做一个划分，看你自己的状况而言来做决定。
那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，还有我个人的习惯关系，我就是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方式来划分，然后帮我去看到说，哦，我这个时间我要做什么，那个时间我计划做什么，那个时间我可能需要做什么，又或者这个时间我要开会，那个时间我要跟谁碰面，一目了然，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帮助，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比较有组织、有规划。第四个，帮助自己专注的音乐。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，我相信有 ADD 或 ADHD 的人都会知道，当我们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呢，脑筋就开始想东想西，然后这个飞到那里去，飞到那里去，又或者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联想到，哎，还有这件事情我需要做，哦，那件事情我也想看看，哦，这件事情我突然很好奇，我也想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我们就会看了10几个不同的视窗，那或者是呢，旁边一有人走过去呢，你就会看了一眼，又或者是哪件事情，或者是手机一响了，你就会开始看。我们太容易分心了，又很容易被那些刺激物拉着我们的专注力。所以呢，透过音乐能够让我们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头，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在一篇研究里头呢，就有显示出呢，对于专注力而言呢，40赫兹的音乐呢，其实是最能够提升我们专注力的音乐的频率。那我自己有试过，可能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因人而异，因为当我听到40赫兹的那个音乐的时候，可能那个频率跟我自己的状态没有那么合，在那个当下，所以我没有觉得它对我的帮助特别大。但是呢，事实上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却帮助非常的大，所以一样把这个资讯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音乐的频道，Focus at Will。Focus at Will 就是呢，它是透过你的一个性格、你的状态，还有你自己的各种需求，来去帮你调整你的音乐的频道，所以它帮你选择适合你的音乐频道。所以当你去开启那个音乐频道的时候，它给你的其实是适合你的音乐，反而是对你帮助比较大的，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音乐，或者是在那个当下你比较适合需要听到的音乐。那我自己发现，有的时候，例如说像看书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的是比较平静、比较沉稳的音乐。那如果是在需要认真工作、打一些报告啊，或者是就是看一些报表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用一些比较电子乐的东西对我来说反而是比较亢奋，让我能够更专心的工作。所以一样的，我觉得这是看每个人的状态而异。那你可以针对自己的状态来去做挑选，一样，所有资讯呈现给你们，你可以针对自己的状况来做选择。那第5点呢，就是 clean food， 就是一些清爽、比较高优质的一些饮食。那基本上 ADHD 呢，最大的标准就是需要以低糖、高蛋白为主。那如果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，能够尽量摄取比较多的，例如像蔬菜啦、水果啦，那在油脂方面，可能例如说像 avocado 啦，这种是比较优质的油脂的时候呢，对于我们身体是一些比较健康也比较干净的食物。我自己的经验来看，整天的精神体力都会好很多。那这也是给大家参考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一大早的时间吃一些比较优质的饮食。那如果说你有需要喝咖啡的话呢，尽量就是以黑咖啡为主，然后少加一些糖，少加一些奶，或者是奶精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因为多加了很多糖跟奶精的时候，会容易产生 brain fog。那如果能够尽量减少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那个专注力会增加哦。再下一个就是morning routine。一大早起床呢，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好处的一个习惯。那也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尽量维持这样子一个好习惯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一早起来，其实大脑是最清醒的。那如果可以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呢，维持一些让自己身体、心理状态都是很好一些习惯的事情的话呢，其实对我们接下来一整天都会非常有帮助。那我自己个人喜欢的 morning routine 有哪一些呢？例如说，一早起来，我最先做的可能就会是 yoga， 就是做瑜伽，又或者是做 meditation。那因为 ADHD 或者是 ADD， 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绪太快了，所以越是因为这样，我们越需要练习慢下来，去管理我们的思绪，把它变成回到我们自己，然后把那个思绪能够有条有序的管理好。
那这个是需要长期的练习。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呢，我们一样会教大家如何透过 meditation 冥想静坐的方式呢，让我们能够慢慢管理好自己的思绪。那接下来呢，可能这些结束之后，就一个简单的一些 workout， 让自己能够有一些流汗的机会。很简单的居家的运动，又或者是天气不错的话，其实可以出去走一走，或跑跑步、慢跑，都是很好的一些运动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我自己试过一段时间，非常好，也对大家身体非常好。但是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，就是 cold shower， 就是冷水澡。那为什么 cold shower 对我们这么的有益呢？现在其实非常多人在推崇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当我们洗冷水澡的时候呢，你的大脑会激发出更多的多巴胺，这刚好就是我们 ADHD 大脑所缺乏的。所以呢，对于有 ADD 跟 ADHD 的人，其实非常建议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试试洗冷水澡，对我们的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哦。第7个呢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精神状态。怎么说呢？例如说，像我在早上的时候呢，可能精神会比较好的时候，是比较适合多做一些事情，一些比较像是需要思考啦、看报表啦，然后打电话，一些比较繁杂文书类的事情。这些呢，我可以掌握在我一大早精神比较好的时候。如果在下午呢，因为我精神状况比较没有这么好的时候，再让我做这些我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会很快就睡着了。所以呢，要了解自己的生理机能，在什么时候你的体力会是比较好的，然后适时来安排你的工作的任务。那所以通常呢，我下午会做我比较有兴趣的事情。如果我想要让我自己都是维持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呢，我通常下午就是安排接案，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会想要睡觉，我也不会打瞌睡。那所以呢，帮助自己去针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来去安排你的工作、你的时间是显得非常重要的哦，这样你的每一天就可以变得比较有效率一点。那接下来呢，其实跟我们精神体力有很大关系的就是睡眠，这一点我想都不用再多说了，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尽量让自己呢在10点之前去睡觉，大概9点多左右我就开始准备上床睡觉，开始阅读啊之类的，尽量让自己能够有7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睡眠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大脑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发挥它的功能，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专注力下降，你的记忆力也会下降，然后你的认知执行功能也会下降。所以呢，再次提醒各位朋友，一定要让自己保持充足的睡眠哦。好，最后一个呢，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，但是好像蛮少人会提到，就是呢，其实患有 ADHD 或者是 ADD 的人呢，相对好像看起来你会觉得这些人好像看起来很有自信，都知道要做很多事情啊，很有兴趣啊之类。可是其实呢，ADD 或 ADHD 的人相对比较敏感的一群人，对于一些批评啊这些事情，其实是蛮容易内心受伤的。所以呢，有自己的一个小支持的小团体，例如说有自己的支持系统，包括去找心理师，又或者是团体，又或者是呢有一群比较正向的朋友，你可以跟他们好好的聊天谈心之类的，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都非常的重要。在我们做很多事情冲了之后呢，你会希望有一群人在你的背后给你一群支持，然后或者是告诉你说，你其实做得很好。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呢在目前的状态下，然后不吃药，然后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管理的算还不错的一个状态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。那不知道你觉得有哪些东西可能对你比较有帮助的，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自己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些小物品，又或者是一些小撇步哦。那我们下一次见咯，拜拜。